世界上有这一种情况，每次当它发生的时候，美国经济必定迎来衰退，股市大跌。你可能会在新闻里听到，或者从经济学家里提到一个专业术语，那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。到底什么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呢？为什么收益率倒挂能够预判经济衰退的到来呢？那也能够找到倒挂的相关数据呢？之前的视频我们就说到了，美国国债有分为短期、中期和长期，最短的到期日有1个月，最长的有30年。每个周期的国债收益率都不一样，以正常来说，时间越长的收益率就会增加，这是不变的事实。之前我曾经出过关于什么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视频，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大致上的原理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比如这是2016年5月2日的美国国债收益率，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从下往上走的曲线，这就是所谓的收益率曲线。越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就越少，而越长期的收益率就越高，这是一个正常时期。假如有一个人跟你借钱，1个月就还给你，另外一个人要用10年还给你，一样的利率，那你肯定不会借给10年的家伙。10年内这家伙会不会破产还是跑路，不知道。什么时间成本啊、通胀啊，还是其他风险等等，还要自己去承担。所以时间越长周期的国债收益率一般情况下都会比较高。但要知道，国债的收益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在美国，国债可以通过政府债券拍卖和二级市场交易来进行买卖。政府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发行国债，投资者可以直接向政府购买国债，或在二级市场交易。所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随着时间而变化，或长期收益率低于短期收益率的情况。你可能开始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长期的收益率会比短期的来得低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越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就越高吗？怎么现在又反着来了呢？试想看，如果人们都觉得接下来美国经济将会迎来衰退，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必定迎来破灭，那把这些的投资都撤出来后，手上的资金不能放在银行贬值啊。如果又来个金融危机，银行倒闭，那身上的资金不也归零了吗？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北京啊。那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？就是由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啊。为什么长期国债变成了抢手货呢？而不是购买短期国债呢？如果美国进入衰退，有可能不是1-2个月或1-2年的事情，不可能债券到期了还要继续追高啊。所以中长期国债就变成了抢手货。如果所有人都跑去购买长期国债，那债券的价格就会被推高，获得的收益率自然会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国债倒挂的现象，主要是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一种担忧。所以收益率倒挂的现象其实就是市场投资者集体的预测，大家都觉得未来有可能经济衰退的意思。不要觉得这种的集体预期不靠谱。这是2006年10月20日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情况。在2007年末和2008年初，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和次贷危机爆发，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出现经济危机。这个时期的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。这场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市场的泡沫破裂引发的，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，许多次贷贷款无法收回，导致了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失衡。随后，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了信贷危机，互相担保的贷款无法偿还，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银行倒闭和金融机构破产。这是2000年4月10日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情况，当时的股价其实还是历史新高。随后就引发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当时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，他们的股价和市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。市场普遍认为这些公司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利润空间。然而，这种繁荣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泡沫，大量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破产，许多公司和投资者都陷入了困境，这就导致了一段时间的经济衰退。这是2019年8月17日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情况，当天还是在这里。随后还有一个快速暴涨的情况，股价再次创下历史新高。随后全世界都陷入了疫情之中。美国是从2020年2月20日开始疯狂暴跌，甚至还引发了4次垄断。这种情况连股神巴菲特也是第一次见到。难道这是因为倒挂现象而引来了疫情？还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2019年的倒挂现象其实已经提醒了我们做好最后的准备，就算没有疫情的到来，经济也会陷入衰退的情况。只不过是疫情这个黑天鹅，让本来就要破灭的经济雪上加霜了。这只是3个简单的案例。从历史数据来看，
在美国历史上，国债收益率的情况出现过很多次。在经济进入衰退之前，这次必定会提前出现异样。这就好像当要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地下的老鼠都会出现异样的行为。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的投资者经常用来预判经济衰退的信号之一。至于要在哪里找到相关的数据，我已经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下。如果还不了解什么是美国国债收益率，可以点击这里，你会学得更多。